在中国，如果你身体不舒服，有3件事情可能会让你很惊讶。没有家庭医生，大多数人都会和你说忍一忍。还有很多东西突然都不能吃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今天聊一聊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是 Stella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这里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。你们看我的脸，是不是有一点奇怪？左边和右边不太一样。为了让你们专心，我今天戴口罩。我最近拔牙了，拔智齿就是 wisdom tooth， 中文叫智齿，智慧的牙齿。每个人都有4颗智齿，应该吧？上面有2颗，下面有2颗，它们都是两边的最后一颗牙齿。虽然他们的名字是智齿，但是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智慧，它好像只有坏处没有好处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去年我拔了右边的智齿，脸肿了。今年我拔了左边的智齿，脸又肿了。如果两边都肿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胖胖的挺可爱。但是现在只有一边肿，就很奇怪。我和我的医生说，你一次都拔了吧？医生说不可以，只能一次拔1颗。所以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我问了我的很多学生，他们很多人都是一次性拔4颗。虽然真的很疼，但是只需要疼1次。但是我要疼很多次。你们拔过智齿吗？你们的脸会肿吗？你们是一次拔4颗，还是每一次拔1颗？我真的很好奇。今天我们从一句话开始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牵就是拉，发是头发，牵一发就是拉头发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思就是你只拉一根头发，但是整个身体都会动，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一个很小的变化会影响很多事情。比如我这次拔牙，虽然只是拔了1颗牙，但是最近我的脸变了，我吃饭的选择变了，我的声音也变了，我睡觉的质量也变了。还有你看，我现在为了拍视频还要戴口罩，整个生活都受到影响。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再比如，你换了一份工作，虽然只是工作变了，但是之后你的作息变了，习惯变了，朋友变了，想法也变了，这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再或者你搬到一个新的城市，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，但是语言变了，生活方式变了，朋友变了，这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现在你们都在认真的学习中文，虽然只是学一门语言，但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了。你可以看中文视频，你可以认识新的朋友，你可以来中国旅行，甚至来中国生活定居，最后也有可能改变你的生活。这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个小小的变化，有时候真的会影响很多方面。虽然我只是拔了1颗牙，但是最近我工作的时候很难把我的注意力放在工作上，因为我要一边工作一边还要注意我的脸。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我们聊到了很有意思的话题，我想大笑，但是我也不能大笑，最后就是这样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虽然有很多不方便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但是在恢复的过程中，最近我在恢复了，在恢复的过程中，我同时也开始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所以借这个机会，正好想和你们分享一下，有一些是和看医生相关的，有一些是我自己的想法。今天的中文视频不太严肃哦。第一个就是在中国看病的体验是怎么样的。我知道在很多国家都有家庭医生，如果你生病了，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，你都会先联系
家庭医生，比如感冒、发烧、肚子疼，先给家庭医生打电话，然后如果很严重，你再去医院，对吧？但是在我个人的生活经历里，在中国，我从来没有过家庭医生，我也没听说过我的朋友他们有家庭医生。我从小到大，我感觉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去医院。还有一个选择，或者直接去药店买药，只有这2个选择，完全没有家庭医生这样的人。可能有，但是我没体验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，没有这么多医生吧。但是在中国看医生真的非常方便。在中国，现在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，都有很多医院，每个医院也有自己的手机 app。我们可以在手机线上预约、线上支付，整个过程都很顺利，而且几乎都不用等。我拔牙其实是一个非常临时的决定，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勇敢，所以我就直接去医院，然后在医院直接预约，马上就拔牙了。可能一共也不到1个小时，真的很方便。在中国看病也不贵，如果有医疗保险的话，那就更便宜了，甚至免费。但是牙齿是一个例外，好像在很多国家，牙齿都不在普通的医疗保险里面。如果要看牙，通常要另外买保险，或者要自己付钱。我是自己付钱。牙齿是身体最小的部分，但是它最贵。为什么这么贵呀？好贵，太贵了，贵死了，贵得要命。所以拔牙的时候，我不仅嘴巴疼，我的钱包也疼，我的心也疼。我有时候会想，牙齿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它经常不在医疗保险里面呢？我也很好奇，在你们的国家看牙贵吗？牙齿在医疗保险里面吗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第2个，我觉得也很有意思，中国人对疼的态度很有意思。中国人都很喜欢说一个字，忍。比如我拔牙以后脸很肿，然后我说哇好疼啊，很多人的反应是嗨没事，忍一忍啊，过几天就好了啊，或者不要吃药，忍一忍，慢慢就好了啊。比如这个是我经常吃的一个止疼药，但是我的爸妈经常和我说，你不要随便吃止疼药，如果你疼，你要先忍，如果你太疼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再吃止疼药。所以我慢慢发现，中国人对于疼的第一个反应不是马上解决问题，而是先忍一忍，先看一看，不着急，慢慢就好了。后来我也发现，中国人的这种忍，不仅是身体上的忍，在其他的方面也很常见。比如在情绪上，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句话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意思是男生你不要随便哭，你如果哭的话，一点都不 man 不男人，像一个女孩子一样。我们先不说他对不对，反正我们总是听到这句话，所以很多人在难过的时候，他们很想哭，但是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大人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要忍。难过的时候忍，受了委屈忍，甚至小时候有些小孩子被欺负，大人也会和他们说忍，因为打人的是坏孩子，忍的人才是好孩子。现在我觉得没有道理。甚至获得成功的时候也要忍，不能太骄傲，不然你会被说现在这么开心，将来肯定会出问题。所以从小到大，好像我们一直都被教育忍。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在情绪上我是一个非常能忍的人。
如果你经常看我的视频的话，你其实知道我的性格比较内向，我也比较温柔，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人很讨厌我，如果有人骂我，他们会直接骂我，但是我不会骂，我会听，但是我不会骂。我可能会很难过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骂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我会想啊，我应该骂呀，我应该骂呀，为什么他骂我，我不骂他呢？但是我好像已经有了这个习惯，每次我一有情绪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忍，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是我的一个问题。除了在情绪上忍，在表达情感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忍。比如情侣吵架，有时候不是马上沟通，而是冷战。冷战就是 Cold War， 就是两个人不说话。其实每个人都想说很多话，但是两个人都在忍，希望对方先说话，这样可能短时间有用，但是有时候忍着忍着，事情就越来越严重了。我也有这个问题，如果两个人吵架的话，不管是和男朋友还是和父母，甚至是和朋友，我好像都有一种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我习惯冷战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情感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生气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开心，但是我非常幸运，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，他们不忍，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的感觉，所以最后我们就不冷战啦。所以谢谢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。还有一种忍就是拖延，有点不舒服，忍一忍，牙疼，再等等。其实我就是这样，我之前特别喜欢吃辣条，辣条你们吃过吗？因为我太喜欢吃辣条了，所以我的牙不好，有时候我会牙疼，但是我不在乎，我觉得只要不疼死就好，只有一点点疼，没事儿，可以忍，都不是问题。结果这样一直忍一直忍，拖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拔了牙。所以有时候忍也会变成拖延。所以我很好奇，你们呢？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忍吗？受了委屈你会说出来，还是忍着？你觉得忍是一件好事吗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和我分享你的回答。还有一件事情我发现比较有意思，就是中国人的忌口。忌就是禁忌，忌口就是有一些不能吃的东西，尤其是生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。我拔牙以后，医生和我说，不能吃太辣的，不能吃太甜的，不能吃太硬的，不能吃太烫的。我听完以后感觉，那我还能吃什么？空气吗？我以前非常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，火锅、麻辣烫、烧烤。最近几天我看着这些食物，我心里只有一句话，人生真的太难了。今天是拔牙的第5天了，在这5天里，我每天都在吃土豆，我每天都在吃鸡蛋，然后喝水，没了。有一天我和我的一个学生聊天，他说他拔牙之后什么都不注意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我当时非常惊讶，因为在中国拔牙以后，所有的人都会和你说不要吃这个，不要吃那个，有很多忌口。所以我突然在想，忌口是只有中国才有吗？还是你们的国家也有忌口呢？请你告诉我。说到忌口，我发现中国人不仅生病忌口，平时也有很多忌口。比如如果喉咙疼，你不能吃辣；女生来大姨妈的时候不能喝冰的。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，多喝热水。在中国，如果你不舒服，别人一定会说多喝热水，多喝热水，喝点热水。头疼多喝热水，肚子疼多喝热水，心情不好也可能多喝热水。所以很多人觉得中国人只喝热水，不喝冷水，更不喝冰水。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觉得？其实这也是一种忌口。
很多中国人觉得冰的食物、冰的水对身体不好，对消化不好，但是热的水、热的食物对身体好一点。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不仅是好不好吃，还要看对身体好不好。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，食物不仅是食物，也是一种调节身体的方式，这就是中国的养生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养生的人，我的生活比较随便，作息也不太规律，饮食也不太规律，吃东西很随便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。辣的吃，冰的也吃，有时候我知道对身体不好，但是我就是想吃，我不忍，所以我对自己的身体其实照顾的不是很好。但我的身边有一些朋友，他们非常重视养生，比如夏天吃什么不吃什么，冬天吃什么不吃什么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标准，非常严格的。我每次看到他们，我都觉得哇，我应该向他们学习，因为养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我还要加油，就是太难做到了。哎呀，我不能笑，这边疼。所以这次拔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变化，但我发现最近的生活真的被影响了很多，吃东西变了，作息变了，心情变了，注意力变了，甚至我开始思考中国人对疼的态度怎么样，中国人有什么忌口等等。所以这次的视频我们从一句话开始，还记得吗？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然后我们聊了3个方面：第一，在中国看病的体验；第二，中国人对疼的态度；第三，中国人的忌口，还有一点点养生文化。这些看起来虽然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真的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。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不过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希望我的脸快点消肿，因为现在真的有一点不对称，而且不能笑。最后我也想问问你们拔过智齿吗？你们有忌口吗？你们不开心的时候会忍吗？这些问题都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这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希望你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。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的话，请你在评论区里回复这个表情包，告诉我你完成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你可以给我一个 like， 一个 super thanks，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成为我的会员，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谢谢你们的喜欢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